奸臣邪佞的速成大法，诡道阴谋的扛鼎之作，道尽人心的千古邪书，玩弄权术，罗织罪名。这本书字字诛心，句句阴毒，可谓是专为恶人准备的教学大纲。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部阴谋学的巅峰之作《罗织经》。说到正邪不两立，大家都能想到武侠剧中的正反对立。邪教一直为世人所不容，修习邪功之人也多是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就如同修炼葵花宝典的岳不群。而在中国古书典籍中也有这么一本千古邪书，它可以称得上是教人杀人无形的葵花宝典。这本书到底邪在哪里？传说大奸臣秦桧对此书是爱如珍宝，手不释卷。唐朝酷吏周兴死前读完此书，甘愿受死。就连武则天看完之后也不禁感叹道：如此机心，朕未必过也。当代作家柏杨在编撰《中国人史纲》时评价此书说，南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16年，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只有一部《罗织经》。古往今来，这本书成为了大奸大恶之人的武林秘籍。奸佞小人靠着这本书看透人心，玩弄人性，一步步走上了人生的巅峰，成为朝堂中翻云覆雨的人物。忠臣义士却为这本书陷害诟病，一个个枉死狱中。这样一本为世俗礼法所不容的邪书，它的作者又该是一个怎样的人才呢？还没关注我们的观众可以先点个关注，后面的内容更精彩。说起罗织经，就不得不提到武则天的武周王朝。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，其心机之深我们当然不必多说。她更改国号登基称帝的事，直接挑战了1000年来的男权社会。在当时，朝堂内外无不怨声载道，指责她辟姬私臣。李唐旧族以及忠于皇室的大臣们也一直在旁虎视眈眈，伺机推翻她的统治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武则天形成了一股自己独有的执政风格，那就是重用酷吏，制造政治恐怖。公元684年，徐敬业和骆宾王等人起兵造反的事情，加剧了武则天的多疑猜忌之心。为了清除异己，他大开告密之门，下旨要求各地官员务必礼遇告密者，即使所告之事不实，也不会追究其责任。如果涉密事件重大，甚至可以面见皇帝，赐官赏银。于是一时间，四方告密者风起，天下汹汹，人人自危。而《罗织经》的作者来俊臣，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脱颖而出的一位神人。来俊臣本来不姓来，他的亲生父亲叫蔡本，是个整日游手好闲的赌徒。蔡本有个朋友叫来操，经常私下里勾引蔡本的妻子，一来二去，来操就和蔡本的妻子好上了。于是在来操的设计下，蔡本输光了全部家产，最终只能拿自己已经怀孕的妻子来抵债。而蔡本的妻子进门不久以后，就生下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孩子就是来俊臣。在这样一个复杂环境下长大的来俊臣，他的耳濡目染中都是撒谎成性，勾心斗角。果不其然，来俊臣长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地痞流氓，因为犯奸盗罪被捕入狱了。即使在狱中，来俊臣也不老实，他最爱干的事就是捕风捉影，瞎编乱造，向狱卒告发其他人的罪行。由于他所告之事大都是无中生有，官员们查来查去也毫无收获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。这激起了刺史王旭的怒火，他痛斥来俊臣后，将其杖责100，来俊臣这才老实了下来。然而这顿痛打却让来俊臣咸鱼翻了身。就在来俊臣被打后不久，刺史王旭因犯事被朝廷诛杀。来俊臣灵机一动，凭着死无对证，继续编造王旭谋反的罪证，还移花接木造谣自己是因为要揭发王旭而招致的痛打。因揭发谋反有功，武则天亲自接见了来俊臣。顷刻之间，来俊臣从死囚摇身一变成了侍御史，后又一路晋升至左台御史中丞，成为了武则天的心腹之臣。这样一位不明一文的鸡鸣狗盗之徒，骤然手握大权。传说他在审理案子时，只要不合心意，就会诛人9族，死在他手上的人尸体可以绕长城1圈。满朝文武大臣无不对其两股战战，
噤若寒蝉。我们所说的罗织经正是来俊臣所写，用来教授自己的门徒如何罗织罪名，构陷他人的技术指导之书。书中条理清晰，有头有尾，其中案件的审理、刑讯的过程，乃至如何牵连他人、如何实施酷刑，都罗列得非常详细。罗织经共有12卷，分别是阅人、释上、治下、控权、制敌、固容、保身、察奸、谋划、问罪、刑罚、刮慢。此书篇幅并不长，但却直击人性的阴暗面。由于这本书虽然藏污纳垢，但也不乏古人对于人性的一些思考，因此我们就带着大家粗略地了解一下这本罗织经。至于这书中说的究竟是对或者不对，我相信在咱们解读完之后，各位观众一定都有自己的见解。第一卷阅人，其中主要是教人在社会中如何察言观色，看穿别人的本质并加以利用。他认为，如果自己受到了伤害，要么是因为自己看人不清，对人不够深入了解，要么是自己心慈手软，做事不够杀伐果断。这是怎么个意思呢？咱们来举个例子，就像是吴王夫差对越王勾践，就是典型的识人不清。夫差看不穿勾践假意奉承下的复仇之心，又心慈手软，没有吞并越国，最终导致了吴国的灭亡。有道是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看人绝不可以偏听偏信，要深入多元的去了解一个人，识人之后再信任。释上卷书如其名，教人如何阿谀奉承，讨好上级。原文有这么一句话：上者骄，安其心以顺；上者忧，去其患以忠。顺不避昧，忠不忌取，虽为人垢，亦不可少为也。这话的意思是说，居于上位的人都是自视甚高，十分骄傲的。作为他们的手下，要绝对服从领导，让领导对自己放心。当领导有烦心事时，就要挺身而出，主动为他们解决问题，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忠心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这道理大家都懂？到底高明在哪里呢？这话还有下半句，仅仅这么干，并不能在领导面前真正的体现出自己的价值。作为下属，在服从领导的命令时，千万不能忘记迎合领导的喜好，随时谄媚几句。但当为领导解决问题时，需要对领导有所隐瞒，千万不能和盘托出。因为保留自己的神秘感，让上司看不透自己的能力，才能让自己始终站稳脚跟，不会被随意当成弃子。在这几卷书中，基本还都是倾向于如何自保，但接下来几个篇章旋律就有些肮脏阴险了，讲的是如何诟病诬陷、卸磨杀驴、斩草除根。例如在控权中提到，在时局混乱动荡时，需要启用真正有能力的人，但当时局稳定以后，就要将这些人铲除，以绝后患，因为只有平庸无才的人才是最听话的。这句话也在后来的历史中得到了印证。无论是赵匡胤黄袍加身后的杯酒释兵权，还是朱元璋登基后大肆斩杀开国重臣，无一不是书中这段话的实际应用。在制敌中，他还为敌人重新下了定义。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敌，敌人就是彼此有利害冲突的人。如果判断不出自己的敌人是谁的话，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朋友，因为人生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面对不同的敌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，对于上司的敌人就一定要和领导保持统一战线，这个敌人即使是自己的家人好友，也一定要替领导铲除干净。对于亲人朋友的敌人，一定要估量利益关系后再下结论，他们的敌人也不一定是自己的敌人。他认为这么做，即使亲情淡薄，朋友间貌合神离，但却能免遭祸患，平步青云，这又有什么不好呢？罗织经承袭了荀子与韩非的人性恶，他认为仁者多欲，其性上司。在来俊臣的世界中，人类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，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无所不为。同时，人都是伪善的，他们总是通过矫饰与伪装来掩盖自己的本性，装出一副安分守己的样子。因此说，人心多诈，不可视其表。罗织经始终认为这个社会恶人多善人少，我们生活在其中，如果不顺应人性，不与之同流合污，就必将惹祸上身。它就像是一本坦白书，把人性的阴暗面完全的暴露在世人面前，掀开了虚假伪善的面纱。其实大家感到害怕的并不是罗织经的内容，而是险恶的人心。山川之险莫过于人心，
我们今天讨论这本书，不是为了教人向恶，而直面罪恶，才能认清人心，明白作恶的手段，才能抵御恶人的进攻。